嗨，各位好，这里是伴你入睡，我是艾米。深夜相见，只为对您说一声晚安。人生海海，每个人都在红尘之中翻滚起伏着。有人住高楼，有人在深沟，但谁也逃不过斗转星移，山河变幻。身居高位的时候，别忘了来时的路和最初的坚守。处在低谷的时候，别丧失了走出绝境的信心，也不要轻易地打扰任何人。村上春树曾说过，哪里会有人喜欢孤独啊？不过是害怕失望罢了。人在低谷的时候，都渴望有人能拉一把自己。可世事难料，再深的情谊终究抵不过人情的冷暖。电影《两只老虎》当中，范伟饰演的范志刚说了一句：“我怕还不起”，触动了很多的人。葛优饰演的张成功来到老朋友范志伟所开的盲人按摩店，大谈如何扩资扩张这个按摩店。一旁的范志刚笑而不语，提出为两个人亲自按摩。通过按摩认出老朋友的范志刚，最后拒绝了所有的投资，淡淡地说了一句：“我怕还不起。”原来，张成功当兵的时候，总受到炊事班范志刚的庇佑，承诺以后有钱了就给范志刚开个饭店。可等到范志刚做手术需要5000元时，明明有钱的张成功却拒绝了他，理由是怕他还不起。雪怕太阳，草怕霜，做人就怕心受伤。已经尝过一次人情冷暖的人，绝不会再尝第二次了。人常说，求人如吞3尺剑，靠人如上9重天。我们怕自己走不出命运的死胡同，也怕希望一次次的落空。人生漂流本就不易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，何苦用自己的不幸去为难他人？于是我们在低谷的时候都自觉地选择不打扰任何人。曾在知乎上看到这样一个故事，一个失去丈夫和孩子的中年女人，平常总是形单影只，对别人的好心向来一概拒绝。每当有人走近她，哪怕只是说上几句家常话或者简单的作伴，她都面露难色，很快逃离到自己的世界当中。初读只觉得她戒心过于重了，细想过后才明白，别人帮得了你一时，帮不了你一世。如果适应了这突如其来的温暖，又该如何熬过一个人的寒冬呢？人一旦有了依赖，就变成了幼儿园等人来接的小朋友。处在低谷之中，最可怕的不是孤独，而是习惯了有人陪伴，最后却不得不接受散场和离席，一个人守着失望。我们都曾为了排解孤独，置身于聚会与人潮之中，可当热闹退去的那一刻，却发现内心的孤独感竟比一个人时来得还要猛烈。每一个漆黑的夜里，能真正治愈孤独，帮助我们走出低谷的人，永远都只有自己。记得读《水浒传》的时候，最难以释怀的人物就是林冲。风光的时候，他是80万禁军的教头，每日6街3市游玩吃酒。落魄的时候，沦为阶下囚，发配途中屡遭羞辱，被逼泪流满面。这个世界从来都是笑，全世界陪你一起笑；哭，你便独自一人哭吧。曾经的发小陆谦为了自己的利益，步步为营，将林冲推入更深的灾难之中，而妻子家人也生死未卜，将公元850年，半生坎坷的李商隐，在偌大的长安城里，
已经找不到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。他想到了与自己有20年友情的令狐桃，可信写了一封又一封，终究是没有回音。聪明如他，再也没有打扰任何人，自此一个人扛下了所有。人情似纸张张薄，世事如棋局局新。这世间看戏的总比唱戏的多啊！你再大的酸楚，到了别人那里也只是一个故事。有些人治愈不了你的伤，反而会让你每接一次疼一次。白岩松曾说，一个人的一生中总会遇到这样的时候，你的内心已经是兵荒马乱天翻地覆了，可是在别人看来，你只是比平时沉默了一点，没人会觉得奇怪。这种战争注定是单枪匹马的。一个人的真正强大，就是从不依赖任何人的那一刻开始的。有你，我可以坐拥天下；没你，我的世界依然精彩。郭德纲在一次采访视频当中提及早年的经历，他动情地引用了苏秦的名言说：“使我有洛阳二顷田，焉能配六国相印。”能读懂这句话的人，必是有过一段心酸的过往。苏秦出身农家，立志出将入相，却遭众人嘲笑。第一次出山游说秦王失败之后，妻不下任，嫂不为炊，父母不与言。他暗自发奋读书，后来游说列国，配六国相印，名震天下。一次路过家乡，他的家人都在伏在地下，不敢抬头看他。他感慨万千，说出了那句：“使我有洛阳二顷田，焉能配六国相印。”如果当年我家中有2顷良田，我现在怎么可能身兼6国宰相之职呢？以此语自况的郭德纲，也是历经一番寒彻骨，才有了今天的成就。3闯北京，却总是遭着同行打压排挤。最穷的时候，没钱租房，就半夜翻墙，为了赚钱什么都干。他那个时候最想找一个师傅，名正言顺地说相声，可没人要他。他常自我调侃道：“我愿意给你当狗，你不要，你怕我咬你，你非把我轰出去，结果把我逼成了龙。”后来德云社办得风生水起，他也凭借自己的魅力在相声界独树一帜。吃尽苦头，洞穿世事的他，最爱将真心话借相声传达出来。穷人站在十字街头耍10把钢钩，勾不着亲人骨肉。有钱人在深山老林耍刀枪棍棒，打不散无义宾朋。大英雄手中枪，翻江倒海，抵挡不住饥寒穷3个字。一步一步苦熬苦挨，我们终于也看到了花团锦簇，我们也知道了彩灯夜话。那一夜，我也曾梦见100万雄兵。生活之所以耀眼，就因为既有低谷，又有彩灯佳话。处在低谷的时候，不期待有人能够搭救你一把，也不要卑微如尘埃，依附于任何人。不打扰，便是最后的体面。路要自己一步一步走，苦要自己一口一口吃，抽筋扒皮，才能脱胎换骨。人生路上低谷会有，但走出之后，又是一片天呢。海明威曾说，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，但到后来，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。无论是彩灯佳话，还是百般折磨，都终成往事。唯愿余生无人理，坚定执着，万人追捧的时候，可以心如止水。熬过低谷，便是春天。这里是伴你入睡，我是艾米，每晚在这里守候，
只为了给